花13万去的南极到底好不好？今天我就把全过程剖给大家，给向往南极的朋友一个参考。30小时后，一脚踏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从寒风凛冽的冬季逃离，就撞上这里骄阳似火的30度气温。街头彩色的铁皮房子，巷子里的热情 Tango， 商店里放着恭喜发财，还遇到了会说中文的当地小哥。时差带来的不适瞬间被这座城市的活力点燃。贫民窟少年马拉多纳就是从博卡区走向世界的，自然也少不了阿根廷人拥戴骄傲的梅西了。随后打卡最美书店雅典人书店，这是由老剧院改造而成的，红色幕布，拱形圆顶，地下1层是黑胶唱片和 Tango 音乐的宝藏。这里书价不菲，而且几乎全是西语。傍晚搭飞机到了世界的尽头乌斯怀亚，点点灯光散落在夜色中，点了个超级好吃的三明治，心满意足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把行李统统交给领队统一运送，轻装漫步在乌斯怀亚，去企鹅墙打卡，盖上世界尽头的纪念章。时间宽裕，集齐了乌斯怀亚的所有地标，挑了个世界尽头的冰箱贴带回家。下午登上游轮，一杯香槟和船长的热情欢迎，让这一趟旅程有了家的味道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安全演习，一顿丰盛的海上第一餐正式拉开了南极游轮10晚11天的序幕。船票包含了所有的餐酒、房间、mini bar， 免费的 WiFi 网络，瞬间让人安心不少。晚上随海面微晃，尝了一杯特调鸡尾酒，开始对接下来的南极旅程充满期待。都说德雷克海峡凶险异常，但我们真是出奇的幸运。2天的航海日里，一边尝着烤全羊，一边参与各种船上活动，领取探险靴和全新派克大衣，参加极地活动的说明会，和探险队员逐个认识，还有自然学家带来的科普、南极地理和生物知识讲座。傍晚时分的鸡尾酒会和船长晚宴，仪式感满满，为即将到来的南极之行做好了身心的准备。当我们正式踏上南极大陆乔治王岛上的长城站，熟悉的文字让我在万里之外感到无比亲切。下午全船乘客一起包饺子，船长和探险队长也乐呵呵地跟我们一起擀皮拌馅儿。每天傍晚，探险队长有半个小时的行程回顾和预告，这是全船最受欢迎的节目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南极几乎每天都刷新了我对极地的认知，每次登陆和巡游都带着不重样的惊喜。波特角算是南极半岛西侧的网红地标，早期探险者就在这里登陆。如今壮丽冰川和数不清的企鹅就在此定居了，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野性的南极风光。下午乘冲锋艇巡游鲸鱼湾，随时都可能看见海面上大鲸鱼的身影。黄昏时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，我这胆小的倒是先来了个极地跳水，那种畅快感有朝一日还想再跳第2次。清晨在尼克港上岸，今天的天气可以用爆蓝来形容。阳光下的冰川、峡湾、企鹅，一切都像调了饱和度的明信片。下午冲锋艇巡游天堂湾，透明的海水倒映着冰川，在艇上捧起了一块南极浮冰，就像梦境一样。企鹅接二连三地在船边跃起，那一瞬间就像闯入一部奇幻片，实在不想回船。一大早登陆达莫伊角，撞上凛冽的风雪，探险队还担心我们会不会受挫，却发现大家在风雪中撒了欢儿。船友们说，这才符合我们对南极的想象。企鹅宝宝紧紧依偎在妈妈脚下，终究是妈妈承担了所有。嚯，这还有被贼鸥破坏的企鹅蛋，这也是南极生态链最真实的一面。下午在博根湾冲锋艇巡游，碎冰铺就的银白色水道衬托着万年蓝冰，在冰川前开了瓶香槟，大家共享那一刻的喜悦，说是人间奇境，绝不为过。推开卧底小屋的门，就像踩进黑白纪录片，屋里遗留的黄油和老旧罐头都还保留原样，就像南极的时光胶囊。下午在冲锋艇上邂逅了最美蓝冰，反射出的那种超现实的光泽。海豹慵懒地趴在浮冰上，我们安静地欣赏这慢下来的时刻。傍晚，游轮缓行在利马水道，漫天冰川就像随着船移动的自然美术馆。手里举着香槟，耳畔传来冰川崩塌的轰鸣，浪漫的就像一部电影。离开南极大陆，德雷克海峡多少显露了点它的本性。偶尔5米的海浪让船体有了点起伏，但也让我们体会到现代科技的了不起。这段航程里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参观船长室了，还有跟船员们一起搞手工纪念品拍卖。拍卖的金额将用于船员改善生活，还有船长的告别晚宴。探险队长盘点起本次总计1675海里的航程。早上回到乌斯怀亚，特地去世界最南邮局踩点，哪怕已经关闭，也是一个特别的纪念。打卡火地岛公园里的小火车，漫步拉狗湖畔，在世界尽头冰激凌店吃上一杯，算是给南极之旅来一个甜蜜的收尾。打卡了布宜诺斯的方尖碑、主教堂、五月广场，算是又一次近距离感受这座城市的拉美风情。有人形容我们这次南极之旅是眼睛在天堂，身体在沙发。对我来说，更像是一次打破所有成见的探索，跨越万里，此生铭记。有生之年一定要亲自体验。